大家好，我是护肾专家，跟大家讲个可怕的数据。根据2021年卫福部统计，台湾约有12%民众患有慢性肾病，高达88000名患者正在接受洗肾治疗，洗肾率是全球之冠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跟我国人饮食习惯和卫生保健有很大的关联。很多人平时喜欢吃重咸的食物，还喜欢乱吃药，感冒、头痛、背痛就去药局乱买成药吃，吃到腰子出问题。腰子如果生病了，身体就会开始出现各种警讯。早期症状像是高血压、夜尿频繁、排尿困难、小便起泡或有血、手脚浮肿。晚期症状像是贫血、皮肤干痒、失眠、尿量减少、呼吸困难，常常感到疲倦、恶心想吐、食欲不振、体重莫名往下掉等等。当发现自己有上述症状时，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，像是抽血检查、尿液检查、肾脏超音波检查等，不要等到身体撑不住才去医院挂号。若真的确诊为肾脏病，除了定期检查，当然就是养成正确的饮食习惯。自己的腰子自己救，我来教大家如何正确且健康的吃。等我提到的这几点，大家要记住哦。首先要控制好血压，这样可以延缓肾功能损伤速度。有高血压的人一定要依照医师指示服用降血压药，不能自行调整药物，并改掉重口味，采用低钠饮食，像罐头、腌渍物、调味料、加工品、泡面等要减少食用。建议大家多使用葱、姜、蒜、柠檬、白醋来提味，健康又美味。其次，要控制蛋白质吃的分量，若饮食蛋白质摄取过多，会增加肾脏负担，加速肾脏损伤速度。根据不同的肾脏病级别、体重、活动度等，每人一天可以摄取的蛋白质分量不尽相同，平均一天约食用3到5两肉类，1两约3根手指大小，但确切分量还是需请营养师评估，才能给予适切建议。在限制蛋白质摄取量下，建议一半以上来自优良蛋白质，像是常见的黄豆类、鱼、蛋、鸡、鸭、猪等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。当然，除了控制蛋白质摄取时，热量也要足够，避免因为热量不足而引起分解身体组织的蛋白质，增加含氮废物产生，造成肾脏负担。热量摄取每公斤体重25到35大卡，以维持理想体重为原则。每天所需热量可由具有热量之低蛋白食物来补充。第一项为低氮淀粉，如冬粉、米粉、板条、米苔目、萝卜糕、粉条、丸果、粉皮、粉圆、西谷米、河粉、橙粉、太白粉、果粉、凉粉等。第二项为精制糖类，如砂糖、果糖、冰糖、蜂蜜等，若有糖尿病则询问营养师可以摄取的分量。第三项为油脂类，如橄榄油、沙拉油、大豆油、玉米油、葵花油等。除了上面说的低蛋白饮食，还有一个原则也很重要哦。各位知道什么是低磷低钾饮食原则吗？对于肾脏病人，要尽可能减少含磷高的食材摄取，因若长期体内血磷太高，身体骨头可是会坏掉的哦。那么，含磷高的食物有哪些呢？像加工食品如香肠、肉干、火腿、培根、火锅料、碳酸饮料等应尽量避免，平时以食用天然食材最好。另外，天然食物来源的未精制全谷杂粮类，如五谷饭、糙米饭、红豆等，坚果类也都含有磷，但可适量摄取，摄取分量需请营养师评估。对肾脏病晚期的病人而言，若血磷仍持续偏高，则需医师嘱咐搭配磷结合剂使用哦。肾脏病人若有尿量减少、血中钾离子过高时，需医师或营养师建议限制饮食中钾离子摄取。我建议大家蔬菜不要生吃，蔬菜汆烫3到5分钟捞起拌油食用，不要喝烫青菜的汤水，就能减少钾摄取量。要注意像是鸡精、牛肉汤、鱼汤、排骨汤、火锅汤、高汤等汤汁尽量少喝，
也要少吃干燥蔬果，例如葡萄干、干香菇、马铃薯片、脱水水果。有些水果含高钾，像是榴莲、释迦、香蕉、小番茄、香瓜、奇异果等。运动饮料、中药、鸡精、罐头食品、低钠盐、保盐酱油等，这些都是含钾量高的食物，尽量少吃。除了该注意的食物少碰，喝水也相当重要。肾脏病如果有寡尿现象，也就是每天的尿量小于400毫升，那每天需要的水分则要以前一天的尿量再加上500到700毫升，这个就是一天所需补充的水分，其中包括饮料、药水、点滴、汤汁、水果、食物等。再来，我教大家一些水分控制的妙招，可以用固定容量的容器装好每天所需的水量，或是用混合柠檬汁结成冰块含在嘴里，也可以用冰水漱口和嚼口香糖，达到止渴的效果。这样大家都记住了吗？低钠、低磷、低钾的饮食原则，还有限制水分摄取。最后要记得按照医师给的治疗计划，定期回诊检查和追踪，一起解除你的腰子危机。